哎，唐总，什么事这么急啊？我待会还有。乔冉，李总和咨询都回来了。瞧你这兴奋劲儿，我以为是人类攻克癌症呢。啊？苹果肌的问题，我们还是好解决的。你愣着干嘛？赶紧干活啊！哦。应该是关注患者非做不可的理由，尽可能去理解他。大宝这个手术我还是会给他做。节目组发的下期预告，你们没人看吗？这不就是火上浇油吗？这不是，咱们刚刚对外宣布了贷款整形会严查，现在乔阳就在节目里公然说要做这个手术，对吧？你说为什么呀？这是？不是唐总，我跟乔阳讨论过了，大宝这个事情不是他说的那样，这是恶意剪辑，我要跟节目组核实一下。核实有用吗？就算是人家恶意剪辑，他已经发了呀。贷款整形，这帽子如果要是扣实了，对科目伤害太大了。我就不应该去看病，我哪知道这2天没来人有这么大这乱子，赖我。说我这喉炎，早不犯晚不犯，偏偏这2天。你们没来之前，我给郭璇打过电话，我跟他大吵一架。我之前跟他说的好好的视频，你要让我看一下再发呀？那哪有这样的呀？你跟他吵架有什么用啊？而且你现在嗓子这个样子，你吵得过人家吗你啊？李总，你说你给郭璇打过电话，他怎么没跟我说呢？那跟你说又有啥用啊？静雯，等你去处理这个事儿，那热搜又爆了好几条了。你也别说周主任，别说这郭璇强硬了，跟我说了，视频不会撤的，说顶多是我们格目给一个交代，他配合我们发一个声明，气人不气人？不是，他就为了节目效果发了这个视频，让我们给交代，凭什么？因为人家拿着咱们的把柄吗？好了，现在是这样啊，贷款整形呢已经是既定事实了，我们在这儿就商量一下，我们怎么给公众一个交代。其实真是跟你们说实话，我这2天心里难受极了，我好几天晚上都没睡好觉。我的想法啊，主要责任人张青必须开除。当然了，其实他也是一时糊涂，咨询犯这么大错误，第一责任人是我教导无方，我应该跟他同罪同罚，我应该跟他一起离开格目。哎呀，不用，不至于，李总，没必要对自己这么严厉。格目哪能少得了你啊？你走了，那这咨询这一块怎么办？是啊，这谁有那个意思呀？对不对？你怎么整这么抓马？你真真假假的，你反正整得我心里还怪难受的。那我坚决不同意啊！哎，要这么说，那是不是我也有责任？要不我也一块儿走？都是我的责任。犯这么大错误，我必须接受惩罚。我愿意停发本季度工资，免去前年奖金。没有这个必要。如果你不同意，我坚决辞职。同意，都同意啊！老钱，钱能解决的事都是小事，他愿意停多久让他停多久啊！这事赶紧翻篇。那问题不是咱们想翻篇就能翻过去，那乔主任那视频怎么办？你说他接受这个采访，没有经过我们任何人，在这个风口浪尖上，他非要1意孤行，这个行为你给格目带来怎么样的损失？怎么处理？是不是我们大家应该讨论一下？怎么了？你要离职啊？你说话呀？怎么了？贷款整形这个事儿啊，就按照李总刚才说的，赶紧写个声明发了算了啊。不是，这个声明呢，我来写，放心。还有昨天郊外办那个什么狗屁 party， 得亏李总去了，去盯着，要不然咱们的人都被人挖走了，挖光了还不知道呢。至于那么严重吗？一会儿让李总自己说。你也是啊，这事儿你怎么能自己去呢？
就杜俊那个腻腻歪歪的样，你是怎么忍得了的？人家杜俊前天亲自邀请我的呀。那我想着之前他走也是这种情况，我就怕他再有什么猫腻儿。幸亏我去了，我不是亲眼看见啊，打死我都不相信。你猜猜还谁去了？陆子悠、魏小溪，还有你那个好徒弟陈明杰。我知道啊，是我叫他去的。他们去几个人我都知道，只是没想到李总身体不舒服，还这么操心啊。我就是操心的命啊！昨天看见那个场景，反正我挺心寒。你说医院培养他们这么多年，怎么基本的忠诚度就没有啊？你说这是管理出了问题，还是人出了问题？那就是管理的人出了问题嘛。老秦、静文，以后你们啊，医院有什么事也跟李总多商量商量，别你们自己就把主意拿了。最近网传的教唆科幻贷款整形事件，经调查属实。咨询师张晴为个人私利怂恿科幻贷款整形，违反职业道德，已被开除。情境太倒霉，相关管理人员承担相应处分。格木绝不容忍任何违反行业道德和规范的行为。为杜绝此类事件，我院将进行人事调整，未来医务工作交由董劲松主任全权负责。这院里安排您接管医务，就代表默认您是院长了呗？要不要庆祝一下？你看你那沉不住气的样子，你忘了我补的那卦了？潜龙勿用，要保持谨慎。你看那两个人，想跟李总作对，结果怎么样？这声明一发，不就是板上钉钉了吗？声明归声明，贷款整形的事情还是好好总结。总结什么？李启这套组合拳，包括郭璇发的视频，都是他策划好的。这件事情就是要按照他的计划结束。知道，我都知道。你不知道，你什么都不知道。你们不要每次都这样，每次工作上一出事，家里就先乱。我不想每次格木一有什么事情，我一边要照顾工作，我一边要哄着你的情绪。哄我的情绪？我们两个不是并肩作战吗？原来我是无理取闹。行，我无理取闹。干嘛？有病！陈明杰，你能不能光明磊落的对得起自己的名字？磊落不起来呀！现在医院所有人都知道咱俩昨天去郊外了，关键是主任也不来问我，不知道他怎么想的。哎，你说他能怎么想啊？你怕啥？又不只有咱俩，那不去了7、8个人呢？怎么把咱们全开了？你再大点声，你让全世界都听见呗！你看看你那个出息。我师傅说得好，咱们做医生的说到底靠的还是自己的专业医术。你有本事你到哪没饭吃呀？所以现在是格木求着留我们，不是我们求着要留在格木。你什么意思啊？你想走啊？了解了解呗，也没啥坏处啊。怎么还动真格了呢？那我有啥办法呀？我本来还指望我师傅，结果呢，我师傅他现在自己都自顾不暇了，那咱不得为自己考虑啊？你也一样，你贷款整形的事儿解决了，孟医生估计明天就回来复职了。那孙晓的手术还能有你的份儿吗？哎，正要找你的，乔主任。声明的事儿别往心里去，那就是对外一个口头形式而已。事情是怎么样的，唐总、秦总心里不清楚。这事儿是怎么样的，您心里最清楚的。不得不说，李总，您还是厉害。哎呀，乔主任，
知道你有情绪，对我的惩罚比你严重多了。你可能不知道，我主动申请的。哟，那您真是大格局、大胸怀。人嘛，那哪有不犯错误的呀？我跟郭璇都已经说好了，回头您啊，对着镜头向公众诚恳点认个错，这事儿就过去了。我道歉？我道哪门子歉？哎，周主任正好，快帮我劝劝乔主任，又意气用事了。咱做错了嘛，那不就得立正挨打呀？接受批评是吧？程大宝那手术不能再做了。我做错什么了？这事儿重点也不是程大宝该不该做手术，而是该不该贷款整形吧？哦，怎么开除情景就拉倒了？其他事儿就不追究了？乔主任，那您还想开除谁呀？程大宝的手术我会继续做，这破比赛我退出。你也看见了，我同意啊，每个人都应该坚持有自己的性格，但也不能一遇到困难就撂挑子呀，得顾全大局吧。你嗓子好了？一阵儿一阵儿的，我这一天天真是。你怎么在这儿？怎么了？晒腿呢？晒什么腿？我看你晒嘴的嘛你。哎，你轻点，轻点，轻点。哎呀，啊！疼吗？疼。你说你也是个当医生的，你这手术是一站站一天，我还以为你是铁人呢。也疼啊？哎，你捏就捏，怎么那么多废话呀你？不是，就你这个骑车习惯，你不受伤谁受伤？那一上车子就咬牙切齿，跟谁欠你钱似的。别那么大气，气大伤身。能不生气吗？你是没瞧见黎琴那嘴脸，感情的情景被辞退，还是替我背黑锅？你跟他们当这么多年同事，怎么就没瞧出他们是这种人？这么多年你怎么忍受下来？你该不会跟他们是一丘之貉吧？就不该来哥我，我就不该相信周静雯。哎，郭总，乔阳跟你在一起吗？他给我发了个微信，说要退赛，就再不接电话了。不就是条视频吗？等正式公布一反转不就得了？至于吗他？郭总，你又不是不了解乔阳的个性，对吧？静雯，你劝劝乔阳。这节目都录一半了，他现在退赛，我没法弄呀。你就当帮帮我行吗？郭总，我要怎么帮你啊？你也知道我跟乔阳的关系，要不你去问问李总吧。你们不是私底下都讲好了吗？行，那这事儿你就不用管了。你那个案例准备怎么样？没问题吧？放心吧，就这样啊。你昨儿去郊爱了吧？去了，那酒店那个意大利面可好吃了，我早就想去了。得了吧。我告诉你，这郊爱给的工资是真高。你呀，变节了。我就想着我现在养大蛋啊，真不容易，我又夏令营又补习班了，我压力大，知道吗？哎，你说我要是找个人替我分担一下是不是？你这种情况，估计只能找一富婆替你分担了。这不找着了吗？我没钱，我对当后妈也不感兴趣。你死了这条心。那你对什么感兴趣？对你那个复仇感兴趣吗？闲得慌。我有这功夫，还不如想想大宝那手术呢。我现在还有2个点子没想明白。这个点？
还这个点啊！你才是来复仇的吧？啊！少抽烟，焦油含量太高，对皮肤不好。有，你看，全都枯萎了。这下难办喽。还有的救吗？这样植物啊，你得有耐心，得一点一点来。那好，我就先让他松松土，万一真翻不动了，我再请老师。不，这回啊，你千万别找我，交给你了，你来把他救活。这个瘤体是在皮肤下面的，这样给你们解释吧，就像一个饺子，皮肤就是饺子皮，瘤体就是肉馅，手术就是把这个饺子皮给切开，把这个肉馅给取出来，然后用饺子皮来做回植修复，做这个遗留下的创面。我这样说，你们够清楚吗？太形象了，你们当老师真是可惜。其实我们的工作跟孙老师您挺像的，都是在塑造人。只不过您拿的是教鞭，我拿着手术刀。小陈，怎么了？没事儿，晚上好像吃太多了。你们继续聊，不用管我。我说你上次做的那个检查准不准啊？要不然换一家医院再看看。验血报告怎么会出假呢？报告你不是看过了吗？没怀孕，别整天疑神疑鬼的。主任，明姐，你们见过了陈明杰医生？我跟孙老师沟通过了，明天的乳房修复让你来做。明天早上10点切除肿瘤加乳房修复，大概4个小时，还是会有团队拍摄，辛苦了。谢谢周主任，不客气，早点休息。陈医生，那就拜托你了。放心，那您早点休息啊。整整18对针脚，几例？这肿瘤已经切除了，接下来就是乳房的修复工作。陈主任，交给你了。隆重介绍一下我们格木的整形王子、拆台专家陈明杰先生。要论拆台，您是我师傅。我呀，我是未来的锡纸大王。大宝的手术我安排在下周了，你来主导，我来指导。手术方案我也发你邮箱了，有一些预估的手术难点，你有什么问题呢，就尽管来问我。愣着干嘛？赶紧准备去。好，谢谢师傅。尝试鞋，小宝贝，有。别担心，手术很顺利，我同事在里边。这个锡纸大王这个操作，孟主任，给他打几分啊？哎呀，我哪敢给打分呢？反正我感觉以后我的饭碗要保不住了。还真是，都说教会徒弟就饿死师傅，我看我们2个要另做打算了啊。给我擦下汗，空调是坏了吗？这空调这么热呀？紧张什么呀？2位大神快收收手吧，这不到1个小时，擦汗纱布都用2块了。我觉得这空调就是你们2位给弄坏的。大家看一下啊，接下来这台呢是这个离心机，它专门给脂肪提纯的，分离水分，脂肪的纯度越高呢，做出来的形态就越好，而且成活率越高。罗世成，下一位，我。
Hello， 哎，你这周不是在拍戏吗？我跟你说个事儿，不好意思啊。你说。真的？啊，那很好啊。是吗？那个小琴，你先出去一下。女一合同都签了，我不会是把这要火了吧？我不是，您要真拍他的戏，你何止火了？明年我再见您，您就戛纳影后了。来，快，给我签个名。你别闹，回头我给你签1墙行吗？就按照您给我制定的那个方案，你必须要给我加个3儿，因为再有3个月我就要开机了。3个月？不是，你就算消肿了，你这皮下组织愈合还需要一些时间呢。啊？那我用那些仪器什么的那样做一做，它不是能够让它快一点恢复吗？不行，你那样看起来会面部表情很僵硬。你如果想要达到完全自然的话，至少6个月。不是，那我……你先别激动。那你有没有想过，这王导选择你会不会就是因为你现在这张原生脸？那咱也不敢猜他是怎么想的呀。反正我觉得我必须要做点什么，我得让观众记住我，记住我的脸。那要不给他额头、颧骨、下巴都填充一下，把眼角再开大一点，2腮打肉毒，完美女主角。你今天让谁给附体了你啊？你也知道我说的是鬼话。你到底什么意思啊？我的意思是，尊重他自己，每个个体都是独一无二的，干嘛非要用单一的审美标准来要求自己呢？万一哪天哪个大导演就看中他这个长相的特点，他这一通瞎整，不就把机会整没了吗？我怎么闻到这牛肉的味道？啊，今天食堂炖牛肉。你不是说食堂今天没好吃的，咱们吃方便面吗？方便面最好吃了。我爱吃的是牛肉啊，大哥，我谢谢你啊，你能不能尊重一下我，尊重一下个体差异啊？好了，你胸口那些红点点长多久啊？周主任，我妈妈的手术怎么样了？很顺利啊，术中出血的情况控制得很好，流体也清除得很干净。现在回房间休息了。神经纤维瘤病是有遗传的，你的这些红点就是瘤。你是不是怀孕了？不敢让妈妈知道。以前只是长斑，最近开始发病了，孕激素刺激的，后期瘤子会越长越多，这些我都知道。你知道就行。这样吧，我给你开一个脑部的核磁，像你刚刚晕倒，有可能就是你的颅内像有病灶，万一那个病灶长的位置不好，压迫到你的视神经就很麻烦了。别告诉我妈妈。先别想那么多，要做进一步的检查啊，好好休息。周主任，检查完之后，您是不是就要劝我终止妊娠了？我妈妈就是在怀我的时候发病的，那时候被折磨得死去活来，所以她就劝我不要生孩子。没想到，她还是来了。周主任，您见多识广的，您说我这个孩子真的不能要吗？他们都觉得 A 方案好，可是我觉得 B 方案才是真正能从根儿上解决问题的，对吧？是。我抓紧过来问问你，您说也是 B 方案好，我这心里啊就有底了。A 方案安全，但安全不代表就能解决问题。行，那我忙去了。乔主任下班了。啊，下班。琪琪，这个，这个吧，这个，再来个水煮肉片。姐，你再点点儿，今天我请客。捡钱包了你还？咱俩吃不了那么多，就这些吧。谢谢。姐，你们员工有没有什么内部价？今天 Summer 叫我办卡，他
他说这个月是格木的5周年店庆，有超值优惠，充1万享12000呢。但我想着，如果找你的话，内部渠道会不会更便宜点呀？你换工作了？没有啊，还在营业厅。那你哪来那么多钱？刚做完双眼皮手术，又着急办卡。我这不是结婚了吗？收了好多红包呢。姐，现在可是我人生最富有的时刻了。好，知道了。富裕让你变得开朗。没有，是你。你给我割了这双眼皮之后，我觉得我看东西都开阔了。我先看看。也变得更自信了。我觉得，女生还是得打扮打扮，得认真对待自己。这漂亮和不漂亮还是有区别的。以前从来都没有跟我说过话的同事，现在都开始跟我打招呼了。可以理解，但你别上瘾，割个双眼皮差不多了，别浪费钱办卡。别啊，姐。刚尝到点小甜头啊，就打算彻底改造自己了。你这可不叫真自信啊！凡事你还是要适可而止，被认可的方式有很多种，不是只有变美这一条道。姐，求你了，你是最了解我的医生，除了你，没有人能让我变得更美。我想成为一个优秀的人。姐，你想做什么项目是你的自由，我拒绝你，是我作为医生的权利。但作为你的姐姐，我还是有义务提醒你，整形是无法改变人的命运。乔慧，你还记得吗？那个时候我还小，后来爸爸跟我说过1、2次，知道个大概，不太详细。那个时候，乔慧就是完美的代名词。我怎么也想不到，美成她那样的，也一样逃不过命运的掌控。我省话剧团的20结果出来，猜猜第1名是谁？厉害啊！哎，我记得考试好几百人呢。不多，800。下个月最后一次面试。哎，你当初放弃那个5年1个的留校名额，非要考这个，我当你是背水一战的。没想到啊，艺高人胆大，失敬失敬。你姐姐我是谁啊？要做就做到极致。我的字典里可没有将就2字，你不得给我庆祝庆祝？庆祝，必须庆祝！想吃什么？你说，我请。吃的事儿先放一边，我来你们3院是想打个瘦脸针。你们医院太贵了，打一针要3000多。帮我跟小吉说说，给我弄个内部价。你这里有什么可减的？多好看啊！不是我不帮你，你这真没必要。一味追求瘦的审美就好看吗？而且我跟你说，从我们专业角度上来说，你健康的脸就是要有点肉的。你不干这行，你不懂。我这个咬肌特别大，上镜格外明显。总共就3个名额，我综合排名还排第3的。不管，你得帮我，我必须得冲一把。因为那件事儿，我恨过很多人，但其实我最恨的就是我自己。如果那时候我就知道，整形是无法改变命运的这个道理，我一定会劝你的，不让他走向那个楼梯。明白了，对不起啊，让你想到了伤心的事儿。我听你的，这卡我不办了，脸也不做了。你上次跟我说，你是个没有优点的人，这句话我不同意。在我看来，你善良、温柔，也孝顺，打小成绩又好，又有共情力，所有人都喜欢你。只是你从来都没有接纳过自己，信任过自己。其实，一直以来，我都莫名其妙的挺怕你的。但就是那次，给我买了婚纱，我觉得你懂我。我知道，那是你的人生需求第一次被人看见，我只是凑巧为你打开那扇门。你到底想成为什么样的人，过怎样的人生，还得由你自己说了算。快吃吧。
那个帮我打印20份。好的，好的。李总好。嗯。李总，快去啊！忙吗？忙吗？别走。我原来的下巴吧有一点后缩，一共4针打在下巴这里，但是玻尿酸太软了，下滑的非常严重，整个就是那种下垂的状态。然后你先等一下啊，我再问一下，这哪张是术后来着？左边呀，不是很明显吗？哎，你凑近点，我再看一眼啊。哦，后来我又去加了一个假体，加假体之前吧，发现我对那个玻尿酸溶解酶过敏，所以就没有溶解干净，导致我这个下巴里面的假体和玻尿酸同时存在，形态有那么一丢丢夸张。后来我跑了很多家的医院，终于把我的玻尿酸溶解掉了，但是我的假体又太小太薄了，溶解之后的脸型和原来脸型几乎没有什么区别了。哦，明白了。那我觉得还是先把假体给取出来吧。啊？不是应该再打点玻尿酸加强一下吗？啊，我觉得不用了，因为现在你的比例啊已经是正好的了，如果再打的话，又会有一丢丢夸张了。哎，不会了，不会了。Summer 说了，这方面你的技术很好的哦，单子他都帮我开好了，钱我都付了。他说找您看完直接注射就行了。哟，注射剂量、注射部位都写好了。对啊 ，Summer 直接给你开的。Summer 超专业的。是这样的。Summer 呢，只是一个超专业的咨询。那么我从医生的角度给到你的建议就是，我觉得不用再打玻尿酸了。你先把这个单给退了吧。可是 Summer 说，如果你想取假体的话，我还是可以帮你取的。这些搞咨询的，蹬鼻子上脸，直接拿着开好的单子来找我。他是医生还是我是医生啊？我今天一点都没客气，我当着他的面就给客人撅回去。现在不同以前了，以前周主任在的时候，咨询对咱们还挺尊重的。现在李总说了算，咱们医生就成工具人了。要牛奶吗？不要。董主任呢？现在不是他代管医务吗？怎么没见他出来帮咱们说话啊？董主任好。董主任好。哎，董主任好。哎，这个就是咱们的董主任。董主任好。哎呦，这么多人啊！啊，那一个一个来吧。啊，你来安排一下。啊，成天抓效益，抓效益，高兴都来不及呢。哎呦我的天！怎么了？这咖啡机，这咖啡这么难喝？是李总好。李总好。李总，您对咨询有意见可以提嘛，他们做的不好的我严厉批评。什么事都能商量，您这跟客人置什么气呀？谁置气啦？我是医生，那肯定得给客户要有一个专业的判断吧。那不能做，那就是不能做，必须得直说呀。知道您说话直，您替医生说话啊也能理解。我就想跟您探讨一下咱这面诊的态度。幸亏人家是老顾客，送了一项目才消的气。李总，您要有时间呀，您先管管这咖啡机，不修理它，他老以为自己是直升机，动不动就要起飞。高文，别喝了，一会儿还手术呢，你不怕憋不住啊？哦，李总，还真是那大宝，我还以为重名呢，都闹成那样了还做，不怕见着这身骚。直接交了钱，有什么不能做的？乔医生真是气。你冷啊？怎么老哆嗦啊？我就是特紧张，那心跳的特快。你看你懂的，他这线都快歪到嘎吱窝去了。啊，我害怕，乔医生。别怕啊，马上给你解决。那算了。这边就给你画个楼，右边画一道彩虹。你们得帮我画帅点儿。没问题。咱们今天不手术啊？为什么呀？不是咱们之前都说好了吗？你先别激动啊，我跟我同事商量了一下，你看你当演员这么多年了，你身边肯定很多演员都整过形，但是你一直都没弄，
你说了那么多刺激都没弄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你很喜欢你现在这张脸，对吧？我自己喜欢有什么用啊？别人不喜欢，观众不喜欢，导演也不喜欢，跟他们较劲我累了。要不这样吧，我给你在颞部，就是太阳穴的位置，还有鼻基底，注射一点玻尿酸，这样会让你面部的轮廓看起来饱满一些，但是又不会很夸张。相信我。我看一下啊。哎，这乳房修复的不错啊，流体基本上也清除干净了啊。孙老师，恭喜你，手术很成功。还是周主任，你的技术高超呀！哪里。来，你们看一下啊，这是他之前的流体，现在都帮他抚平了，这些疤最后都会没有。太不可思议了！要不是做这个节目，我是真不知道这个整形技术这么厉害。来，可以了，穿起来。我来吧。啊，谢谢。没什么太大变化呀。因为注射属于微调，它不像整形改变那么大。那我这还是我这张脸呀。别的我不懂啊，就我个人，我觉得你们做演员呢，最起码肯定是要有自己的个性，要有辨识度。你如果整的跟别人都一样，千人一面的话，那你孙媛媛存在的意义是什么呢？好消息，整形修复大赛结果出来了。这么快啊！我刚刚还给孙小检查术后呢。正式的官方消息还没出来，不过呢，李总在那边有熟人。猜猜看第几？我给那个郭璇一直拍来拍去，也没机会关心那些参赛的医生。第几啊？第6，全国第6。哦。这人他怎么一点都不激动呀？像这种比赛之前都是公立医院天下，静雯第一次参加，直接拿一全国第6。等成绩公布的时候，咱得好好宣传宣传。也没必要吧？这个比赛就是给业内人看的。之前乔洋得了第1，不是也都没提吗？那以前是以前，你都不知道咱们这节目现在多出圈儿。哎呀，行，你不管了，我都已经安排下去了。这事儿啊，还得靠李总多费心呢。这不是应该的吗？这2轮看下来啊，虽然乔主任意外退赛，但从整体上讲，咱们格幕那是名声大噪，尤其你表现那么优秀。当然了，我们这宣传也是尽了一点点力。太谦虚了呀！后一轮14号马上开始，咱啊再接再厉。周主任这边有什么计划？对不起，之后的比赛跟节目我不参加了。你别呀，这乔主任耍性格，您这没必要啊。静雯，这会儿正是乘胜追击的时候，正好也让他们看看你这些年来的努力啊。我决定的事情就不会改变了。我16床还有手术，去看看啊。聊得好好的，这周主任怎么了？这是？你看你小时候太能吃了，吃这什么时候吃的是什么啊？还好意思说呢？拦都拦不住。你看，哎呀，闻自己的小鸭子，你说这丫头没有，你看我是怼在鼻子里。你知道这是什么时候吗？你要吃那冰淇淋。周主任，您说我这个孩子真的不能要吗？你的情况呢，是这些流体的生长速度太快了，有可能比你妈妈还要严重。万一脑部的核磁检查的结果是你颅内伴随的肿瘤，作为医生的我是不会建议你生的。您有孩子了吗？没有。
我是个幼教，班里面的那群小朋友嘛，总是告诉我，他们在出生之前就在天上选妈妈，看到了喜欢的，都会抢破头呢。有一个叫甜甜的小朋友悄悄告诉我，他是打赢了佳佳，才比佳佳早出生几天，抢到了自己喜欢的妈妈。小朋友童言童语挺可爱，都是天使。是啊，我觉得这个孩子也是他选中了我，就像我选择了我妈。当妈妈的女儿，我很幸福。我也想有一个机会，把这种幸福带给他。